形势更新与泰国扬升会议。最近，光明势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美国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下方的最后一个矿坑已经被清理干净，所有来自该矿坑的奇美拉个体以及地表世界的奇美拉个体都被清除干净，由此奇美拉彻底战败，已不复存在。随着奇美拉的移除，宇宙向圣光的进化已经不再处于危险之中，正面的时间线已经绝对稳定。这意味着圣光的最终胜利以及这颗星球的解放是绝对保证的，因为已经不存在任何产生负面结果的时间线了。随着最后一个矿坑的清理，以及矿坑当中大型计算机的移除，生物芯片再也无法向任何地方发送音频和视频信号，主要的控制网格已经崩溃。生物芯片现在只是黑暗电磁场的门户，而且这些门户的力量正在迅速削弱，很快就会被移除。现在地球表面的主要控制网格是通过手机、4G 和5G 信号以及 WiFi 无线网络构成的标量监控网格。这些网络的可靠性差得多，因为它们以6到15厘米，也就是2到6英寸的分辨率来扫描人类的活动，具体取决于所使用的网络。这是阴谋集团手中仍然掌控着的主要监控和监视工具。现在推迟地球解放的主要因素就是潜伏者以及它连接着的次量子异常。潜伏者通过在人体能量系统最薄弱的地方将次量子异常表达为量子涨落，来直接影响人类的潜意识。这些薄弱的地方就是物质层面的生物芯片，还有以太、星光和心智层面植入物的异常残留。产生的量子涨落之后就会促成墨菲定律在物质层面的表达，以及星光层的压抑，还有心智层的混乱。黑色贵族现在处于这颗星球食物链的顶端。26000年前，他们受奇美拉的委托，负责管理和控制地表人口。由于现在奇美拉已经不复存在，他们通过他们的黑暗魔法仪式与潜伏者连接，接受他的指引。主要的黑色贵族家族奥尔西尼、科隆纳、托洛尼亚、塞奥多利和马西莫等都声称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后裔，这个人是他们的首领。黑色贵族的成员连同他们的耶稣会代理人一共约2000人。他们的权力阶层之下是5万名在克隆人形身体当中的天龙人。自从1996年之后，他们以政客、商人、律师和医生的身份渗透到地表体系。接下来大约是40万名自愿成为光明会组织的成员，以及200万名被迫加入的成员。这个组织也被称为死亡兄弟会，因为有些人需要杀死一个人才能加入其中。再接下来大约有1亿精神病患，他们在某些状况下可能非常危险，比如这些与新冠病人打交道的医生还有护士。大约还有4亿人是缺乏同理心的反社会人士，还有30亿像绵羊一样的人，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只是在社会上随波逐流。最后我们有大约40亿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进行清晰的思考，他们是人类的希望。现在拖延地球解放的主要因素就是潜伏者和次量子异常。光明势力现在正在尽可能多地移除这种异常，然后安全地触发事件。他们现在也在逐步地释放内幕信息，因为如果一次释放太多，就会引发过度强烈的异常清理过程。这也是内幕在逐步地进行释放的主要原因所在。你可以使用紫罗兰火焰来最有效地帮助清理次量子异常。
白色合一火焰对清理次量子异常也有帮助。超光速粒子舱网格是帮助光明视力在地球上铆定圣光，同时减少异常并加速这个过程的主要网格之一。90万年之前，黑暗势力来到了这颗星球，几乎导致了人类的灭绝。现在他们正在接近他们的最终溃败，大觉醒即将到来，科学家们终于开始在银河系中心寻找生命的迹象。X 行星也处于被发现的边缘，也诞生出了如何殖民太阳系的新想法。不过，所有的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下面这部分是上面这本书当中最有趣的地方。这有关一个传说，在写这篇最简短的文字片段时，我一直纠结要把它放在哪里，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最终我不得不把它放到这里。这并不是一个传说，我无数次地发现这个传说，从而给它增添了几分真实性。由于它来自很多相距甚远的地方，若是它的确发生过，那么它同时发生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方，绝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巧合。如果创造出如此相同的传说是一个阴谋，那么在全世界范围都需要付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全面的巨大的努力，而且要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泄露这个骗局。传说是这样的，在大灾难之初，或者是在大灾难开始的前几分钟或几个小时，有大量的太空飞行器会降落，并接走那些他们可以接走的人，从而让他们可以存活下来。传说描述了准幸存者们争先恐后地登上飞船的场景，还有许多太空飞行器在各个地点的着陆情况。只有没有被带走的幸存者才能把这件事情描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你的身上，请准备好与他们进行沟通，这样在他们着陆之前，你就可以在脑海当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在回答的时候，一定要清晰地想好你想要说的话，因为他们接收到的是你的想法。愿伟大的设计者与你们同在。所有的伤痛都会被抚平。为了准备最后阶段，我们非常欢迎你参加今年11月在泰国举办的扬升会议。光的胜利